到底为什么在这次的峰会里面很明确逼迫他们必须要来谈台湾的议题哦？那到底拜登真的是会为台湾的利益来做最大的努力，还是也有人会很担心谋略的说，会不会美中两国最终会接管台湾哦，然后让台湾未来变成是这种大国底下很无奈被摆荡的一个旗帜哦？那这当然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些走向。所以老师怎么看待这一次在会谈里面针对台湾的议题，两边的这些观点跟说法，老师会怎么分析呢？主持人刚才胡林兄提到这个美中共管这个提法倒是蛮有趣啊，但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情。美苏冷战期间有过一个地方是美苏共管的，那就是德国还有它的首都柏林。柏林是在战争结束前，根据盟国就美国、英国、苏联三方一个波茨坦协定，德国被划成4国占领区，那美、英、苏、法4国各占1块。那么德国首都柏林也同样的划成4块。那么战后呢，柏林的苏战区变成了东德的首都，那美国、英国、法国在这个柏林占领区就合并成了属于西德的西柏林。我1989年在西柏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的时候，我到西柏林的美军居住区去过，那时候美军还住在那里。那这种一个城市被美苏共管，是2战德国战败的产物，而且当时占领军4国都是盟国。那么后来苏联是发动了对西方的冷战，才会发生说东西柏林被分别管控。我为什么说美中不可能共管台湾呢？是因为跟柏林的情况完全不同啊。美中不是盟国呀，是冷战中的对手，更准确讲是敌手啊。敌国怎么能够共管一个地方啊？如果敌国双方的军队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那是要打热战嘛，这不可能是和平协作啊。所以我说台湾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那么还因为呢，其实中共在这次拜习会谈中对关于台湾问题的强硬表态，实际上是把台湾推进了中美冷战这个架构当中去了，以至于台湾都没有说自主的选择，说我们可不可以在中间保持一个相对的去平衡啊等等，你平衡不了了，被中共推进去了。那么现阶段，当美国谈到说要防范冲突的时候，当然它是包括南海啊，还有其他地方，但是现在我们要台湾很清楚，就是中共现在明确宣布要进攻的地方就是台湾，所以美国当然也清楚啊，最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地方就是台湾，而最需要考虑防范军事冲突的地方还是台湾。这也就是为什么拜习会谈双方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台湾议题上，那么双方争论最激烈的也是台湾议题，这就表明说双方都寸步不让。如果美国不在乎台湾的安全，就不会把台湾问题作为美国处理美中冷战各项议题当中的主要议题放到谈判桌上反复坚持了。这个美国之音11月18号报道过，最近美国有个联邦参议员 Cornyn 率团访问了台湾，我想台湾媒体都报道，我就不多介绍了关于他在台湾的访问。那么他回到美国之后，柯宁参议员回到美国之后，11月17号他有这样一番讲话，他说外界不应当把台湾，这是他访问了台湾以后回到美国的说法，外界不应该把台湾视为中共的终极目标，而是北京称霸区域和全球的第一块骨牌。他警告说，若台湾倒下，这不会是结局，而是开端。我觉得蛮巧2、3个月前我关于这个问题的讲法就是这个说法，几乎和他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和这个柯宁参议员的判断是一致的。那么柯宁参议员11月17号在参议院院会分享，在美国参议院的联邦参议院院会呢分享了他的出访心得，他是这样介绍的，他说这次出访有机会聆听美国军事领导阶层重要的区域伙伴的意见，
对区域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有进一步的了解。这些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中国。我觉得这个 Corning 参议员在美国参议院这个介绍他的出访东亚地区的这个感受和体会，我觉得有必要台湾更多民众有比较多的了解。那么 Corning 将这个参议员透露呢，他在菲律宾期间，他们访问团搭乘了一架美国的 P-8海神式巡逻机到南海，出发才几分钟就看到一艘中国间谍船在菲律宾沿海进行情报搜集。然后呢，他们又到印度，和印度总理莫迪还有印度内阁的成员讨论中国威胁，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中国进犯台湾的时候，这个时间表是什么。那么 Corning 是引用了印度外长加伊沙卡苏布拉玛尼，他是这样说，这个印度的外长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是印度的认识。印度外长认为，对美国参议员说，台湾不只是台湾问题，而是中国问题。换句话讲，台湾攸关的远远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未来，而是北京在区域的整体野心和实力。然后柯宁参议员在参议院又指出，如果中国夺下台湾，恐怕不会就此止步，因此外界不应当把台湾视为中共的终极目标，而是中国试图称霸区域以及全球的第一块骨牌。柯宁参议员警告说，如果台湾倒下，这不会是结局，而是开端。我想这个问题讲得很明确了。对台湾来讲，台湾应该知道的是，不是台湾如何选边的问题，而是中共把台湾推到了现在这个状态、这个位置，就是他要把台湾，他作为我用的词汇叫做中共称霸亚洲和全球的前进基地，所以台湾没有选择。那么关于这次拜习会谈啊，中共的新闻通稿和这个相关报道都反复说，拜登在会晤中重申，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关于这个意思，我前面已经讲过了，这是冷战式的美国的战略应对。美国确实不希望发生冲突，但不等于说美国无所作为，因为谁都知道无所作为就是被动挨打了。那么这个同时，中共新通稿还会强调说，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但是呢，白宫关于这次会谈的新闻稿当中没有拜登不支持台独这一点，而是强调说，美方强烈反对单边改变现状和危害台海和平与稳定。那白宫的资深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呢，有这个记者要求他证实说拜登是不是讲过不支持台独的话，这个官员没有直接回答。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不一定要纠结，就是说到底拜登讲了还是没讲。我的判断是他可能讲了，但讲了又怎么样？我们要搞清楚一点，就美国和中共关于一个中国和台独这两个概念6个字，一个中国台独，一共这6个字，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尼克松到北京去访问的时候就是两样的。就尼克松第一次访问北京，那时候基辛格帮着尼克松和中共拟定了各种新闻公报什么什么东西，外交文件。从一开始美国讲的一个中国就不是中共的一个中国，是各讲各的。那么唯一相同的就是字面上都是这6个字，都是一个中国台独，但双方是这个各自表述，各唱各调。所以我记得我们在10月20号的正经最前线节目里有所介绍，简单来讲就是这6个字一个中国台独从来都是美国和中共各自表述的。那么中共呢有2个恶意的做法，一个就是任意扩大化的解释，然后想把这扩大化的解释呢强加给美国，比方讲台湾做任何事情中共都会套上个帽子，你这是台独，然后呢要美国承认说我讲台独这就这个东西。但拜登讲的台独是另外一回事。
中共还有一个恶意做法，就是假装不知道美中之间对这6个字的解释，从来是各自表述，所以他经常是故意的鱼目混珠，用这个字面上的相同，就是6个字只有这6个字，一个中国台独这6个字的文字汉字是相同的，含义是完全两样的，所以他经常鱼目混珠，用中共版的解释去冒充美国版的解释。那拜登这次讲到的所谓台独，指的是中华民国统治台湾这个现状出发的，今后假如台湾发生国体方面的变化，那叫做他的解读是台独。那么这种变化是可能诱发台海危机的，把台湾呢推进热战的危险当中去。但是拜登在这次视频会议当中啊，必须承认表述很软弱。习近平在会谈中强调说，台湾问题是中共不许触动的红线，要求美国不支持台独。那么从道理上讲，拜登是有3种可能的应对，一个是不理，就是我不理睬你讲的什么东西，我另外强调完全不同的说法，相当于不承认中共画下的红线。那么第2种应对就是对中共说法直接反驳，因为中华民国从2战以后一直统治台湾，威胁台湾的是中共自己。那第3种应对最简单也最懒惰，就是使用中共的话语。那么结果呢，拜登选择了第3种。我个人看呢，这是一个很拙劣的，但是呢，拜登这个说法并没有让中共获得武力进攻台湾的可能性，而是让中共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宣传战上继续鱼目混珠，迷惑外界。当然，这个美国民主党政客应对红色大国的时候犯这种毛病不是第一次。我们要翻老账的话，从罗斯福到杜鲁门，这个民主党的历任总统，还有卡特、奥巴马，类似的毛病全部犯过的，也可以讲是民主党的这个骨子里带的遗传病。那么我前面讲过，拜登这次会谈的时候反复对习近平强调，他非常看重台湾关系法。然后呢，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恼羞成怒之后讲了一句非常荒唐的话，他说台湾关系法是非法的。作为一个外交部发言人他没有外交立场，更加没有司法立场去判定外国的立法是不是非法。这个赵立坚的这个话，我听起来觉得有点，不仅仅是说他是战狼的表现，而且是荒谬之极呀。我就想到个比喻，比方说一个邻居家大人要他们自己家小孩要写好作业再玩电脑游戏，就隔壁跑来一个人说，你这样规定没道理不算数的。那如果是个小孩子这样讲，不懂事，就无非就是可笑嘛，你小孩不懂事乱讲了。那么所以我在想，如果要对赵立坚刚才讲这个美国的台湾关系法是非法的，对他这句话要是做个评论，我想只有一句话可以回答：赵立坚的这句话的确是非法的，从司法层面、从外交层面都是非法。